孩子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但是时间总是不够用，学习效率很低，怎么办？今天就来聊聊如何用好大脑的黄金时间，帮孩子提高专注力跟学习效率。嗨，大家好，我是美满很帅，欢迎回到我的粤语频道。1年前，朋友因为儿子浩浩成绩非常差，多次被老师请家长。他觉得这样下去，孩子就要废了，所以下定决心帮孩子一把。给孩子制定了学习计划，浩浩倒是很听话，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哪怕熬到凌晨也认真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然而一番努力之后，浩浩的成绩不升反降，朋友大受打击，还曾一度怀疑孩子是不是学习那块料。但孩子才12岁，他不想那么快就放弃。万分焦虑的他让我帮忙把问题找出来，两人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浩浩的一句抱怨让我瞬间茅塞顿开，原来孩子学习效率低是因为没有用对时间去学习。脑科学研究发现，早上起床后的2到3小时是大脑工作效率最高的黄金时间。经过一夜的休整，大脑把原本杂乱无章的知识或者白天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进行了分类整理。早上醒来的大脑脑电波活跃，头脑最清醒，记忆容量也是最大的。这好比一张整洁有序的书桌，书放在哪里，作业本放在哪里，笔放在哪里，都一目了然，学习起来自然方便高效。早上醒来的2到3小时，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都处于巅峰状态，大脑可以快速高效完成那些比较烧脑的学习活动。浩浩虽然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但还是抱怨时间不够用，根本原因在于时间分配不合理，学习效率太低。睡眠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大脑对杂乱无章的知识进行归类，并且使它们变成随时可以提取使用的状态。浩浩熬夜学习，睡眠就少了，尽管他睡前塞了很多宝贵的知识进去，但是睡眠时间压缩之后，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这些知识就像一堆废物一样，面临着随时被清退的命运。更糟糕的是，熬夜还有很多后遗症，比如心情烦躁啊、专注力差啊，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白天上课的质量。既然早上脑力最好，专注力最集中，那我们就让孩子早点睡觉，并且在离家前2小时起床学习，这样就能够充分的利用好大脑的黄金时间，创造的时间价值会比晚上多2倍甚至4倍。对于习惯晚睡的人来说，要在离家前2小时起来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为了孩子，朋友还是决定试一试。他按照大脑的节奏，帮孩子制定了1天的学习方案。刚起床不久，大脑刚从睡眠转为清醒状态，活力一般，建议写当天的任务清单，做微运动或者做简单的运算或者复习。醒来2小时之后，头脑最清醒，适合学习对逻辑思维能力比较高的学科，比如写作、学习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睡前是记忆黄金时间，所以午睡跟晚睡之前可以学习一些需要记忆的学科，比如地理、历史、记单词。1天之中专注力最高的时间段是6点到7点，9点之后逐渐降低，2点跌落到谷底之后，在4、5点左右，专注力又逐渐的回升。所以每天吃晚饭之前，让孩子做一些需要高度专注的学科。制定好方案之后，朋友开始跟孩子一起早起学习。虽然刚开始早起很痛苦，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跟头脑都习惯了新的节律，早起学习就像到点吃饭一样简单了。到现在，朋友还时常跟我讲，他很感谢他自己当初的那份坚持，如果没有那份坚持，浩浩就不可能进步那么大。要知道，孩子1年前还是全班倒数呢，现在每次考试都能保持年级前5。我相信每个父母只要肯改变，都能成为好父母。既然我们希望孩子能像学霸那样高效的学习，那我们也要灵活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跟大脑的黄金时间，制定一套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案，并不断的优化它。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